你报仇，你2岁的细伢子也不放过，太残忍了吧？嘿，2岁细伢子人，我各位的就没把他的几个全部摸爆。湖南泾县特大灭门惨案，男孩亲眼目睹父亲活活被打死，隐忍10年改头换名，为父报仇，血洗仇家13人，最小的年仅2岁。这是什么样的仇恨，让男子痛下杀心？1天之内杀光叔叔全家，一家满门几乎尽灭。湖南新邵1天内接连3起凶案。1999年8月31日，上午出租车司机被杀，下午小学缴纳学费被抢7万元，晚上一家13人被杀。事情发生后，不仅轰动湖南全省，也是震惊全国的湖南831灭门惨案。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原本是亲人的一大家子，又怎么走向了你死我活的深仇大恨？这其中还要从这个女人说起。20年前，湖南一女子因包办婚姻，嫁给一个名叫李莫银的农村男子。婚后的第1年就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原本来说，在农村，家添男丁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，但原本就贫困不堪的家庭，又有新生命的降临，让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艰难。男婴取名叫李青海。就在孩子生下的第3年，年轻的母亲为了能够活得更好，独自偷偷丢下孩子和丈夫远走他乡。就这样，李青海生活在一个单亲环境中。父亲李摩银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，每天忙于生活，忽视了对李青海的关心，最终导致李青海小年纪就变得沉默寡言。而在农村没有妈妈照顾的孩子，经常会遭受其他孩子异样的眼神，于是李青海就误入歧途，小年纪就混迹社会，最拿手的就是盗窃。有一次，李青海入室偷盗被人发现，还将人打成重伤，锒铛入狱。就在入狱2个月当中，父亲李摩银就一直没来看过自己。此时的李青海也感到难过，但通过朋友的打听得知，父亲李摩银在村子里被人打死了。为了能够早日见到父亲，李青海主动交代和检举其他犯罪经过，司法机关对他也进行减刑3年。出狱后的李青海回到村子，立马打听起父亲被打死的前因后果，最后得知，在父亲被打期间，曾向堂叔求救，可是堂叔却没有管他。堂叔不仅没有出手相助，反而出面给凶手做伪证，才导致李摩银被人活活打死的惨象。而凶手更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就在此时，李青海感受到社会的不公，他在内心暗暗地下定决心，一定要亲自动手，将这些杀父仇人全部铲除。于是他把名字改成了李天仇。你细伢子也不放过，太残忍了吧？嘿，2岁细伢子人，我各位的就没把他的几个全部摸爆。这是湖南历史上最大的杀人案。同一天，一家13口全部被灭门被杀，最小的不足2岁。而在这场惨案的背后，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1999年，湖南一村子13人被杀，当时的场面令人吃惊，就连经验丰富的警察看到眼前的一幕，都连连摇头表示太凶残了。现场血流成河，骨肉模糊，而杀死死者的不是别人，就是死者的堂侄。为什么原本是亲戚的李青海要丧心病狂地杀死叔叔全家老小呢？为了替父报仇，李青海隐姓埋名来到了广东。他知道自己在村里已经没有办法生活了，如果想要报仇，首先就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。但没有学历和技能的李天仇，怎么才能快速发家致富呢？于是他想到了去广东开设发廊。20年的东莞也是鱼龙混杂，说是说发廊，其实就是组织女性卖淫的场所。李青海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，还有自己的女朋友。为了说服女友和妹妹，李青海威逼利诱，而妹妹和女朋友以死相逼，成功的回到了家乡。而不死心的李青海为了达成目的，不惜花血本，去家乡诱骗那些年幼无知的少女，
最终从湖南家乡成功诱骗了50多名少女来深圳从事卖淫工作，而这50多名女性也就成了他的摇钱树，一下子让李青海走上了社会大哥的角色。得到了资本的李青海对报仇也越发急切，但此时李青海也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，他为了解决后顾之忧，逼迫妻子和自己离婚，很快就将儿子交给他人抚养。安排好一切的李青海觉得是时候要完成复仇的使命，于是他带着兄弟3人从深圳前往湖南。你西安市也不放过太残忍了吧？嘿，你要是西安市人，我各位的就没把他的几个全部摸光。10年前，他的父亲被人打死，10年后，他承担起复仇责任，改名李天仇，将仇家满门抄斩，一个不剩，连2岁婴儿都不放过。正当他身负10几条人命的时候，却依然遗憾自己没能杀更多对不起他的仇家。被抓的李天仇很快就交代了杀人动机。1999年8月31日下午，李青海团伙5人来到磨石学校，持枪抢劫了学校7万元学校代收的学费。更为猖狂的是，李青海将财物带回学校，在众人面前承认钱是自己从财务手里抢来的。什么东西？我知道这里面是钱，但看着老子动手的没人，我不再分两件。你看清楚了，这把钱是我的钱数，你们一直都抢占的，看见了吗？你们在给我死，先抢下来。随后5人中的4人来到了李青海的老家，也就是湖南平山镇3场村。隐忍10余载的李青海今天回来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要实施他的复仇大计。但不幸的是，他的仇人李莫初早已病死，于是李青海将目标锁定在李莫初的家人身上。为了安全，李青海安排手下将村里的通信线路剪断，而后就是带领手下杀气腾腾地冲进李莫初的家中。在黑暗中，他们不管是人是狗，见到活物就是刀起刀落，把李莫初一家全部杀光。在李青海的眼中，如果不是李莫初做的伪证，杀害父亲的凶手早就死在监狱当中，怎么可能逍遥法外？村民很快发现了惨案，随即通知了警察。当警察查看现场时，也是大为惊讶，这种场面是这些老警察从未见到过的，悲惨和血腥。为了尽快抓捕罪犯，湖南出动了600多名警察展开搜索，最终在一个收费站发现了李青海等人足迹。为了快速逃脱，他们分开逃窜，分开后同伙却慢了一步，被快速赶来的警察当场抓获。但李青海却坐上了南下的火车，当他带着疲惫美美的睡了一觉醒来后，出现在眼前的并不是阳光，而是几百名警察默默的守候。从犯事到被抓只用了仅仅20个小时，就将李青海等人全部抓获归案。同年12月，李青海等人就被检察机关处以死刑，立即执行。那你觉得李青海的做法如何呢？10年都没有改变他的想法，甚至磨灭内心的仇恨。